姐，我们要去哪里？青韵，我们村里很快就会被洪水淹没，你别怕，姐姐带你去山上。跟姐姐一起，不怕。红礼，你跟上去，看看他去哪儿。爹，跟着他干啥？他肯定知道能躲雨的去处。你悄悄跟着，看看他到底去哪儿。行，爹，我跟上去看看。红礼哥，出来吧，这大雨天的，跟着我们做什么？方妹子，是我爹让我来的，他没恶意，就是实在没办法了。我爹说你看上去心里有谱，他让我跟着你，不是想逼你什么，就是想看看，如果真有地方不大也就算了，要是能稍微多容几个人，看在清怀哥和一个村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村的老幼也过来？红礼哥，不是我心狠，我确实找了个能暂时躲雨的地方，但那是块凸出来的石头下面，地方很小，满打满算挤得下4、5个人顶天了。我自己带着清韵，万一清怀哥回来也要找我们，真的没办法顾及别人。至于别的山洞，我之前在山里走动，确实知道一个。真的？在哪里？能不能？那个山洞在矮山和后山交界的地方，靠近混合林。不过这么大的雨，我不确定那山洞会不会塌方或者渗水，而且那里现在很可能已经挨着新形成的水道了，安不安全我不知道。方妹子，能不能麻烦你带个路，或者你告诉我大概方向也行，我自己去探探。我带你去那个山洞附近，指给你们看，但我不会进去。行，太谢谢你了，方妹子。这原本的溪堰都成河了。就在那边。方妹子，大恩不言谢，我这就回去告诉我爹，组织人过来看看。红礼哥，你们自己小心，探查山洞时一定要先确认是否稳固安全，洞口的水位也要盯紧，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必须撤离，动作一定要快。爹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他去了哪儿？真有地方？他说那山洞可能不安全，他自己找到的地方也就够他们俩容身。有一线希望也好。弘毅，你立刻去把村里的男丁都叫到咱家来，快！红礼，你先去换套衣服，喝碗姜汤。乡亲们，这雨没有要停的意思，水还在涨，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往高处撤。今天，方家那丫头给红礼指了个地方，在后山和矮山交界那边，可能有个能容人的山洞。山洞？真的假的？能住人吗？但方姑娘也说了，这么大的雨，她不敢保证山洞安不安全，所以能不能用，得先去看。我需要几个胆大心细、腿脚利索的后生，跟着红礼冒雨进山，去探那个山洞，确认是否稳固，里面情况如何，水位离洞口多远，谁愿意去？我去，总比在家等死强。算我一个，我攀岩还行。我也去，家里老人孩子等不起。好，今天天色已晚，明早如果雨还不停，红礼你就带队过去，一定要小心，安全第一。确认了情况，立刻回来报信。好的，爹。乡亲们，真到了万不得已，山上可能是唯一的活路。如果山洞只造不上，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。今天回去，各家都把能防雨的东西找出来，油布、蓑衣、草席、木板，哪怕是破门板、旧柜子，绳子也多备些。粮食、火种，这些更要紧的，能带多少带多少，用油布包好。对，做好两手准备，一旦山洞能用，优先安置老弱妇孺。记住，这时候谁也别藏私，也别只顾自己，要想活命，就得抱成团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到了。爹，山洞能用，洞口有点小，得弯腰进去，但里面比想象中深，也干燥。
我们仔细看了，岩壁结实，顶上也没有裂缝渗水。虽然离新冲出来的那条河沟不远，但地势比河沟高出一大撤，眼下很安全。能容多少人？我们可以在洞口上方搭油布，延伸出去挡雨，这样洞口附近也能站人。好，好，那你们看，在附近搭窝棚可行吗？我们看了地形，山洞所在的那片山坡还算平缓，树木也多，这有方式很多。砍些树枝，搭上油布、草席，弄些简易窝棚是可行的。那事不宜迟，明天一早，老弱妇孺统统收拾东西，上山进山洞避雨。男丁们，除了护送家小，留下几个照看。其余人带上工具、油布、绳索，跟着红里他们上山砍树搭窝棚。咱们得抢时间。青韵，快把湿衣服换下来，小心着凉。姐姐，衣服干干的、暖暖的，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的包袱不是都湿了吗？青韵，姐姐有一个很小的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这是一个秘密，只有你和姐姐知道的秘密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哥哥暂时也不能说，如果被别人知道了，他们会觉得姐姐是妖怪，会把姐姐抓走，那样就没人照顾青韵了。青韵能帮姐姐保守这个秘密吗？姐姐最好不能被抓走。姐姐相信青韵，这个算是神仙看我们可怜，给的一点小小帮助吧。现在外面很危险，神仙希望姐姐能用这个带着青韵好好活下去，所以这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，好不好？好。虽然暴雨如注，野兽出没的可能性大减，但绝不可心存侥幸。洞口必须得设置一些警示或简易屏障。弟兄们，这趟镖我们不接了，老家遭了洪灾，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咱们得快速赶回去。路上一切从简，安全第一，但日夜兼程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悠悠、青韵，你们一定要撑住，等着我。青韵担心和和苗苗，那我们去看看他们好不好？但是路不好走，会辛苦些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方丫头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五爷爷，铁柱哥和桂花姐他们在哪儿？青韵担心和和苗苗。铁柱在那边砍树呢，桂花和孩子们应该在那边山洞里。方妹子，多谢你，多亏你指了这地方，我们搬上来的时候家里水都到膝盖了，今天想回去再拿点东西，根本进不去，水到大腿根了，河都没了，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水，水里时不时能看到有东西飘过去，看着像看来情况比想象的更糟。和和和苗苗呢？还有桂姐，他们还好吗？在山洞里头呢，挤是挤，好歹能坐着，比外面强。悠悠，青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来避避雨。我原本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，但这1年来，桂花嫂一家确实给了我不少温暖和助力。桂花嫂，我那边找到了一个能落脚的小岩缝，比这里干燥些，也有地方生火。地方不大，但挤一挤还能再容2、3个人。青韵一个人也闷，你看要不要让和和和苗苗跟我过去住？总比在这里挤着强。悠悠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太谢谢你了。那我让铁柱把孩子送过去。方妹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要是你那地方要是还能多1个人的话，能不能让我娘也过去？她年纪大了，在这山洞里挤着又潮，
我实在担心。我弟石墩也懂事，可以跟着去照顾娘。他人傻力气大，也能帮你干点粗活，绝对听话。行，那就周婶和石墩带上和苗苗跟我过去吧。地方小，大家将就一下。好。周婶、石墩兄弟与和苗苗晚上睡这里，铺盖摊开，挤一挤能躺下，但肯定淋不到雨。方妹子，这情分我周铁柱记一辈子。铁柱哥言重了，是青韵想和苗苗作伴，而且我一个人带他，有时候也顾不过来。周婶和石墩兄弟来了，也能互相照应。方妹子，青韵，今天就着你们的地方和锅灶，咱们一起吃顿热乎的，也算我们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弃。好。铁柱，娘和孩子在方妹子那儿，比跟着咱们在那边遭罪强多了。我这心啊，总算能放下大半了。是啊，方妹子真是咱们家的贵人。发烧了，应该是这几天淋雨，抵抗力下降，风寒入体了。热度退下去了。看那里，草在动，是不是兔子？方姑姑，外面的草在动，有东西。我去看看，你们待在这里，别出来。哇，真是兔子！使不得，方姑娘，这兔子是你辛苦打来的，我们娘几个有口热粥就感激无尽了。这肉该留着你和青韵补身子。周婶，见外了，兔子是大家一起看见的，自然人人有份。谢谢你了，方姑娘。现在人多，不能用空间里的干柴，得出去砍柴。石墩，快跟你方姐姐一起去，帮方姐姐砍柴去。方姑娘，你别看我小儿傻，可她有一把子好力气，人也实诚。你让她干什么，她就干什么，绝不会偷懒。这砍柴运柴的力气活，你带着她能省不少事儿。你就当带个帮手，告诉她砍什么样的树就成。行，那石墩跟我来吧，带上斗笠，我们快去快回。石墩兄弟，我们将大部分湿柴堆放在岩洞外侧能避雨的凹陷处，再用油布盖下，剩下的一小部分抱进洞，架在火塘旁边烘烤。也不知道铁柱和桂花在那边怎么样了，窝棚漏不漏雨，吃不吃得饱。娘，石墩，和苗苗。别过来，娘身上是湿的，别把你们衣服弄湿了。方妹子，多亏了你，娘和孩子都好好的，我们这心踏实得很。铁柱哥，桂花姐，快进来烤火。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窝棚搭起来一些了，都是用树枝和油布、草席凑合的，挤也潮，但好歹有个能避雨的地方，比露天强。可是，眼看着山下那条河，不，已经不能叫河了，是一片黄汤子，越来越宽，水位一天天往上涨。昨天水已经漫到山洞旁边了，村长怕出事，让大家全都从山洞里撤出来了，现在都挤在窝棚里。窝棚有限，做饭不方便，
而且也没柴，大家只能一天做个1顿吃。村长说，看着天雨应该快停了，他让我们过来，一是看看娘和孩子，二是让我们给方姑娘你带个话。村长说，等雨一停，想请方梅娘你过去一趟，跟村里几个主事的商量商量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大家都眼巴巴盼着雨停，可雨停了，眼前这片悲娘怎么办？家怎么回？日子怎么过？大家心里都没底。村长觉得你是个有主意的，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好，雨停了我过去。搬上山的时候路太滑，村东头的三叔公不小心摔下山坡，没救过来。后来大窝棚，周才叔的爹从坡上摔下来，吐血，没药没大夫，所以没撑过去。雨快停了，我出去看看山下现在到底什么样子。周婶，你们照顾好青韵和孩子们。悠悠，千万小心，路滑，别走太边上了。我知道。整个双河镇如今只有水光，不见任何镇子的轮廓。雨停了，山下的这片洪水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退去。在满目疮痍中活下去，重建家园，也是一个难题。方丫头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，这雨总算是要停了，可山下成了大海，家是回不去了。山上的粮食也一天比一天少，而且今年收成肯定是没了。以后可怎么办？大家心里都没谱。你是个有见识的，依你看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打算？留在山上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几件事：一是粮食，能节省尽量节省，组织人手在附近安全下区域多挖些野菜，寻找一切能入口的东西；二是饮水，雨水虽然脏，但沉淀烧开还能用，要指定干净水源，统一取用，避免生病；三是住处，雨停了，但晚上山上凉，窝棚得尽量加固，放风保暖，尤其老人孩子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恐怕大家之前因为水患都忽略了。什么事？这里是山里，之前连续大暴雨，山洪凶猛，声响也大，很多野兽会躲避，不敢轻易出来。但现在雨要停了，暴雨在某种城间复平静，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让难免会有气味散出去，饥饿的野兽很可能会被吸引过来。如果是野兔、山鸡这类小兽撞上来是好事，能给咱们添点肉食，但万一是野猪、是狼，甚至是熊，那麻烦就大了，尤其是晚上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光顾着筹水筹粮了。方丫，你说的对，这雨一停，山里的猛兽就该出来活动了。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简直就是摆在他们嘴边的一块肉。必须立刻安排人守夜，白天也要有人警戒。方丫头，多亏你提醒，这是救命的话，我代全村老少谢谢你了。五爷爷言重了。雨后的山林格外寂静，但这种寂静之下，往往藏着危机。雨快停了，但山下全是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哎呀，还有，雨停后，山里的野兽可能会多起来。咱们这里虽然偏些，但也不能大意。晚上篝火不能灭。石墩兄弟，晚上警警点。师傅墩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听声音，狼群规模不小，就在附近。铁柱、桂花他们，周婶别慌。石墩，把路障检查一遍，堵死，把火堆移到洞口里面一点，添柴烧旺，狼怕火。和和、苗苗、青韵都进岩洞里面去，不许出来。周婶你也进去，安抚孩子们。家伙，女人孩子都推到中间窝窝去！男人是男人的都给我拿起东西站出来！点火，把所有能烧的都点起来，围成一圈！来了，大家顶住，用尽全身力气！
那边的伤亡恐怕不小，甚至很多人可能已经……如果矮山营地真的被狼群攻破，那我们这个小小的岩洞，真的能在这危机四伏的山林里独善其身吗？况且周铁柱夫妇若出事，和苗苗怎么办？周母怎么办？我带着清运都艰难，更别说多带几个老弱。石墩，守好这里，火不许灭，任何人或兽靠近，就用柴刀砍，保护你娘和孩子们，听到没有？清运，乖乖跟周奶奶待在一起，姐姐去帮帮铁柱叔叔他们，很快回来。周婶，保护好孩子们，无论听到什么，我没回来前绝对不要出来。桂花，小心！悠悠，快去帮铁柱，他和村长他们被好几头狼围住了，在那边。杀呀！爹，你醒醒啊！方悠悠。乡亲们，狼被打退了，咱们付出了代价。周震兄弟没了，还有好些乡亲受了伤，但是咱们守住了。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伤亡恐怕还要多上1倍不止。你这不仅救了人，更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心气，这份恩情，我们周家村永世不忘。村长言重了，我也是村里一份子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懂。更何况铁柱哥和桂花姐平日对我们多有照顾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才能打退狼群。狼是退了，但山里不安生。今晚守夜的人加倍，火堆不许熄，所有人都警醒着。悠悠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狼群被打退了，但那边伤亡不小。铁柱哥受了伤，手臂被狼抓咬，流了不少血，不过人还清醒。桂花姐在照顾他。受伤了，严不严重？伤口需要仔细处理，不然容易溃烂。你们若担心，想过去照顾铁柱哥，我可以送你们过去。去，我们去。铁柱伤了，桂花一个人哪儿忙得过来？石墩也能搭把力。方姑娘，方姑娘，多谢你这些日子的收留照顾，我们实在不能再麻烦你了。周婶言重了，谈不上麻烦。既然你们决定了，我送你们过去。水位是在慢慢下降，可这天气异常炎热。狼袭那日伤重的人，伤口感染恶化，没有好的医疗条件，短短时间已经走了好几个。天灾之后，往往紧随而来的就是疫病，伤口感染只是开始，如果环境卫生和饮水得不到改善，可能还会爆发瘟疫。悠悠，水退得差不多了，村长让大家收拾东西，准备下山回村，他让我来告诉你一声。
知道了，桂花姐，我也正打算回去，你们先走，不用等我们。我和青韵收拾一下，这2天就下山。悠悠，村里情况不太好，房子大多都毁了，东西冲得七零八落，还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带着青云小心些。我明白，谢谢桂花姐提醒。别怕，青云，那只是没逃出去的动物。洪水很可怕，但我们活下来了，以后更要小心的好好活着。虽然脏乱，但房屋主体结构完好，门窗俱在。青韵，我们家受损不大，把屋里收拾一下就能住了。今晚先睡这里，明天我们再慢慢收拾其他地方。也不知这石膏水对古代的病菌能起多大作用，只能求个心理安慰了。可井水怎么办？该怎么消毒？洪水裹挟的污水，人畜尸骸的腐败，谁知道有多少看不见的东西流进了井里？村里的井水大概是不能饮用了，还好空间里储存的有水。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心里得有个数。爹，你找我们。红礼，你明天一早带上2个人，往东、往南2个方向走远些，看看临近几个大村什么光景，有没有官府的消息。爹，我往东走了3个村子，比咱们这儿还惨，房子没几间立着的，活人没见到几个，静得跟鬼村似的。碰到2个从下游逃来的人，说双河县城那边都乱套了。县城怎么了？水势退了，可城外密密麻麻全是灾民，进不去城，就在野地里挤着。那2人说，城门口每天往外抬死人，一开始是饿死的、伤重不治的，后来有人说是闹了瘟疫。瘟疫？你打听清楚没有？那2人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不像假的。他们自己也是怕染上，才拼命往咱们这边山里逃。我在附近打听，也听到零星逃来的人提过食疫拉肚子病，都说下游死的人多，不干净。这可怎么得了啊？这事儿不能瞒着村里人，但也不能乱传，引起大恐慌更麻烦。红礼、红义，你们俩私下去找铁柱、青山几个信得过的，把话悄悄递过去，让他们心里有数，管好自家人。最近少跟新来的，尤其从下游来的人扎堆，注意吃喝干净。井水打上来必须烧滚了再喝。还有，让各家把院子周边清理干净，垃圾风物堆远点烧了。非常时期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悠悠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村长让瞒着瘟疫的消息，可哪里瞒得住？现在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连水井边都没几个人敢去了，都怕。我最担心的事情，到底还是发生了。桂花姐别慌，从现在起，你和铁柱哥还有周婶、石墩，尽量别出门，非出门不可就用布蒙住口鼻，回来立刻用烧开的水洗手，吃的喝的一定煮透。自家人也稍微隔开点距离，尤其是铁柱哥的伤口，千万不能再感染。青韵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们更要去小心了。外面有一种很厉害的病，很容易传开。我们要待在家里，尽量不出去。姐姐会保护你的。
上头有严令，许出不许进，严禁流民涌入城内。军爷，行个方便，我们真是本分镖师，家在隔壁县城，只是借贵地过路，绝不逗留，更不会添麻烦。您看，不是钱的事，知府大人严令，防的就是疫病和流民之乱，放你们进去。若有人带了病，甚至引来更多流民，我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回吧，要么原路返回，要么另寻他路。这叫什么道理？咱们回家都不让。走山路吧。我早年在这一带走过，丘陵关西侧是连绵的云岳山脉，虽然难走，但翻过去应该能绕过关点。只是山路崎岖，费时费力，且有野兽风险。走山路那得绕到猴年马月，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够。我看不如再多使点银子，找找门路。这样，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带几个人留在这里寻机会，看能不能用重金砸开一条缝。周清淮，你带另外几个同伴去走山路。贼老天，玩我呢是吧？从丧尸横行的末世穿到这生产季低下的古代也就算了，还穿成了个身不由己的丫鬟，这我也认了。可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得有点盼头，恢复自由身指日可待。结果呢，旱灾、洪水、野兽，现在又来了瘟疫的影子。既然在哪儿都是挣扎求生，还不如让我在末世被丧尸啃了呢，至少死得痛快。周清淮啊，周清淮，你这雇主当得可太省心了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，还附带照顾邦鱼一家属，并确保其在世界末日级别灾难中的身心健康，这严重超纲了好吗？你特么再不回来，我真要撂挑子不干了！哼！王老四，你确定看清了？周家村当初真拉回去那么多粮食？千真万确。那天我亲眼看到周家村那个周红礼带人从县城运了10来辆板车粮食回来，少说也得有几十担。何止！我表姐家在周家村，前些日子捎信儿出来，说他们村好多户都接了亲戚去住。要是没粮食，自己都吃不饱，还能顾及外人，肯定存了老鼻子粮了。对，你看他们村房子倒的都比咱们少，人也没死几个，肯定早有准备，囤了大粮。妈的，老子一家5口，就剩我和我娘了，粮食早吃光了，野菜都挖不着了。他们倒好，藏着粮食接济亲戚。听说他们当初在山上还遇到狼，打死好多头，每家都分到肉呢。都静一静，光说没用。周家村有院墙，有些房子结实，人也聚得齐，硬抢不容易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等着饿死？就是，听说南边都闹瘟疫了，城门关得死死的，咱们出去也是死路一条。胡老大，你拿个主意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们一个村？不行，咱们就多分几路，翻墙的翻墙，撞门的撞门，只要冲进去几家抢到粮食，咱们就能多活些10日。对，想想办法，粮食到手，每人起码能分上10几斤吧，够吃好些天了。胡大哥，诸位乡亲，且听我一言。咱们110号人一起过去，周家村必有防备，他们有壮丁、围墙、房屋可做依托，硬拼起来，咱们难免死伤。就算弄到些粮食，折了人手也划不来。那你说咋办？干等着！哼，咱们不妨换个法子，先礼后兵，派些老人孩子去他们村口，不说抢，就说求。求乡亲们看在同是遭难人的份上，匀一口吃的救救命，样子做得越可怜越好。求他们能给，就算给，也是3瓜2枣顶屁用。要的就是3瓜2枣。咱们大部队藏在附近林子边，去求的人眼睛放亮点，哪家心软给了，就肯定有存粮，而且他们肯给心软，防备心也轻。到时候记下这些人家，夜里动手，专挑这几家，一抢一个准。到时候他们村长肯定会召集青壮商量怎么应对咱们求粮。咱们趁其不备冲进去，先制住或干掉那些领头的、最能打的，剩下的老弱妇孺还不是任咱们拿捏？这比分散撞各家的门安全多了，也省力多了。陈先生说的在理，就这么办。挑些看着老实的，带孩子女人的，去哭去求，其他人跟我藏好，瞪大眼睛看清楚。周家村的乡亲老爷们，行行好吧，给口吃的吧。我们都是下游李家挖的，村子全没了。不求多的，一口粥，一口野菜就行，救救命啊！外面的乡亲，我们周家村也遭了大灾，家家户户都没什么存粮，自己都难以糊口，实在无力接济。你们还是往别处去看看吧。村长老爷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呀，就施舍一点，哪怕一把康符，让孩子吊着命就行啊！糊涂！你们这是在引来恶狼啊！都回去，别聚在村口。村长，就看那些孩子实在可怜，就一点，咱们省省也就出来了。是啊，就一点吃食，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在面前吧？我看他们来者不善，哪有这么巧就跪在咱们村口，还专挑有孩子老人的来。一群蠢货，这是麻痹你们，摸清底细。给一口粮食就等于告诉别人我有余粮，快来抢。
还聚在一起商量，生怕别人不知道青壮在哪里集中是吧？青韵，立刻跟姐姐走！现在，马上！娘，爹，铁柱！我刚挖野菜时，远远看到方悠悠，她带着青药，背上包袱，从后山跑了。我亲眼看见的。跑了？我就说那些逃难不对劲儿，方悠悠肯定也看出来了。对，悠悠平日里虽话不多，但做事极有章法，从不做无谓之事。她突然离开，本身就是最明确的信号，我们也赶紧收拾。学芳丫头，轻装简从，紧要的带上。铁柱，你撑着点。桂花，你帮孩子收拾。石墩，去收你自己的东西。老头子，你把藏着的杂粮面用油布包好。娘，咱们真走啊？去哪儿？跟着方丫头的方向，她往山里去了。山里虽苦，但至少清静，没人抢。咱们不求追上她，找个离她不远不近，能互相照应又不拖累她的地方。哼，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说。对，听娘的，赶紧动起来，别让人看见咱们大包小雕的，引起猜疑就麻烦了。趁着村里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还在村口的乞讨者身上，我们赶紧走，从后面绕出去，别走大路。胡老大，你看，刚才有几个人影背着东西往山里去了，不止一波。娘的，被发现了，还是他们自己吓破了胆要跑？恐怕是看出点什么了。背着家壮上山，这可不是寻常进山找食采药，是举家避祸。不能等了，夜长梦多。再等下去，有粮食有脑子的都跑光了，咱们还抢什么？传话下去，让前面哭求的都撤回来，别演了。天一擦黑就动手。之前周清淮带我熟悉过这片猎区，他还在附近设过陷阱和观察点。暴雨或许让陷阱失效，但多少能预警，阻碍。先找临时营地。再检查陷阱，修补布置，然后搭一个更隐蔽的庇护所，做好防御和生存准备。岩洞空空的，方妹子没在这儿。她能去哪儿？带着青韵，这么快就把东西都搬走了？连那么大个木头架子都没了，没有拖拽的新鲜痕迹，也没有焚烧的焦黑，不像是烧了或拆了带走。倒像是根本没在这儿多待，或者有别的法子把东西弄走了。肯定往更深处去了。那丫头心明眼亮，比咱们想的远。这地方离外山太近，她定是觉得不够安全。她身手好，目标小，刻意藏行踪，咱们一家老弱病伤根本追不上。深山危机四伏，不能再往里走了，就这儿吧。行，当下最要紧的是安全。这好歹有个现成的洞遮风避雨，地势也隐蔽。石墩，你去砍些结实的树木，咱们赶紧弄个像方妹子那种木栅栏，把洞口挡起来。晚上山里不安全。桂花，你带着娘和孩子收拾洞里，找水源，打点水回来烧开。我手不方便，守着东西。顺便削点木楔子。石墩，我教你怎么做。天黑前栅栏必须立起来。树下反而容易被地面的野兽或人发现，树冠的隐蔽和高度能提供另一层安全。青韵，我们上去。抱牢树干，坐这等姐姐，别乱动。主干在这里分出5根同样粗壮的枝丫，天然稳定，面积可挥，就是这里了。小心点儿，踩着门板中间。不错，既能遮露水，又能进一步遮身形。这是保险绳，万一脚滑了，也不会掉下去。树冠能隔野兽，可蛇虫鼠也能爬上来。得撒点黄黄粉。红礼，我心里很不踏实。总觉得今天那群乞讨的不对劲，你去村里转转，看看各家有没有异常。爹，不对劲，好几户屋里没人。有人说下午看见方悠悠、周铁库一家，还有春婶、周义他们都背着东西往山上去了。坏了，怕是着了道了。
红礼，你赶紧的，别走大路，从后头绕出去，悄悄到村外围看看，是不是有人埋伏。快去快回！老婆子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能带的都带上，咱们也得走。走去哪儿？这天都黑了。别问了，快收拾！爹，好好的收拾什么？家里才拾掇干净，房子也没大坏，外面不就几个讨饭的，村里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他们打进来不成？你懂个屁！要走要留随你便，老子不拦着。老大媳妇，帮你娘赶紧收拾，要紧的东西拿上。那绝非炊烟，没人家会在清晨同时点燃这么多这么浓的火，更不会持续成这样的烟柱，只能是房屋可燃物在大面积燃烧。看来村子昨晚出事了，情况恐怕极其糟糕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难道我真的命注定与安稳二字无缘？算了，抱怨无用，生存才是第一要事。别怕，火烧不到这里，我们暂时很安全，先待在这儿观察。青韵，待在帐篷里别乱动，我下去弄点吃的。放进空间，随时能取用热食。村庄遭劫，周边环境会更恶化，我必须做好长期隐匿、自给自足的准备。这树巢是临时的，非长久之计。这里没人来过，东西还挺多。走，去看看你哥以前设的陷阱，运气好，或许有意外收获。没事，陷阱坏了，我们都好好的就行。哥哥会回来的，姐姐也能找到吃的。走，再去看看别处。周家村怎么没了？青韵，悠悠！周家村没了，我的家没了。悠悠，青韵，你们在哪里？如果还有人活着，一定在山上。有人吗？青韵，悠悠！这些人都不认识。悠悠和青韵应该不在这里。悠悠，青韵，青怀哥，青怀，你回来了。村里没了。我知道，青韵呢？悠悠呢？他们在不在？不在，他们没跟我们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没上山？上了，最先上山的就是悠悠妹子，我们后来才跟上来，可没追上。她去了哪里？不知道。我们到她躲雨那岩洞时，里面是空的。问过后来上山的几拨人，都说没看见他俩。他肯定带着青训往更深、更安全的地方去了。他有没有留下话或者记号？青怀，悠悠妹子很厉害。村里乱起来之前，他就走了，走得很快，一点没犹豫。是他的作风，冷静果断，永远先于他带着青韵走不远。尤其青韵脚程慢，他们需要落脚点，需要水，还得能观察山下。青怀，你打算怎么找？这山太大，一个人找太难。我教过他变方向，找水源，寻隐蔽处，知道几个他可能去的地方。我先去看看，你们留在这里，小心些，暂时别下山。你放心，这里暂时安全，你自己千万小心。悠悠，青韵。青韵，快上树！是上次被我打伤的头狼，他们果然找来了。青韵，捂住耳朵，闭上眼睛。后面是青韵，她能说话了。青韵，躲好！后面又来了，姐姐，左边二树丛，姐姐小心，那边又来了。是周青怀。还有多少？10来头，头狼还在。哥哥，姐姐，青韵，
你能开口说话了？看什么？先把这些收拾了。你怎么惹上这群的？他们好像对你有执念。上次暴雨，狼群袭击村里营地，头狼认识我，来寻仇的。我挡正面，你守后方。那是头狼，别放他走。他记仇，今天放走，他还会回来复仇。姐姐，他刚刚会说的。刚才狼围过来，急的。青韵，别动，我抱你下来。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怕死了。下大雨，我们上山，姐姐找到大树，我们在树上住。多谢，你把他护得很好。当初说好的，照顾人，可没说要卖命。你的契书，我走镖前托人办好了，本想回来给你，没赶上。往后我来护着你们俩。姐姐，你别走。做午饭。姐，我帮你烧火。先把脸擦擦。15头，皮子能卖钱，肉能吃，骨头上还能剔出不少油。得趁早收拾，肉连夜熏上，血打的到处都是。这里不能住了，得换地方。要是先收进空间，就没这么麻烦了。周清淮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早就送玉簪那时候。你怎么保证以后一直这样？我不是说现在，我是说以后。你要我怎么保证？你写个卖身契给我。就写自愿为奴，终身为方悠悠驱使。青韵，去旁边捡点柴回来。周清淮自愿为奴，终身为方悠悠驱使。终身是指到我去世那天。发誓呢？我周清淮对天发誓，此生不负方悠悠，若为此事，任他处置，死无全尸。我有个空间，能装东西，活的不能装，死的可以装很多。幸好你有。那么大雨，你一个人带青韵上山，幸好你有这个。这人听见我有个能装万物的宝器，而是幸好你有，你不怕？怕什么？你方才还收了我做奴，哪有奴怕主子的？狼呢？哥哥姐姐要在一起了。姐姐，我哥要是不听话，你就揍他。这里不能待了，铁锈味太重，今晚就得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往更深的山里找个地方，不是临时住，是常住？更深的山，你知道有什么好地方？如果往北走，过了丘陵关，能搭镖局的车队一起去塞北。别只说塞北好，路上呢？外面到底什么情形？这是丘陵关，这是南边，关外全是逃难灾民。这几年又打仗又闹灾，这朝代怕是要到头了。那你凭什么觉得塞北就不会乱？这个不能保证，我就是想给你和青云找个安稳地方。我想住在山里，就这儿，找一处能常住的地方，自由自在，谁也管不着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过这种日子。在周家村那段日子，每天打猎种地，回来吃你做的饭，是我这些年过得最轻松的时候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往深山里走，找地方。行，今晚先找个临时落脚地，明天天亮往里走。那是不是天天都能吃烤肉？不一定。哥，你教我打猎呗。等我把树巢拆了，找到安定的地方再说。姐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一个地方，回头给你看。走吧。姐，有野果。别摘，那种不能吃。哦，那是山海棠，酸的，吃多了闹肚子。前面山壁那里，我看到一处天然凹槽，你俩原地不要走动，我上前去查看一下。过来看看。我进去看过了，里面比洞口高一点，3、4步深，干燥，没野兽味儿，地上连粪便都没有，应该是废弃的，或从来没人住过。行，今晚就这儿。比树巢矮。不用爬树了还不好。好。
把地上碎石头捡一捡，捡不动的叫我。你那儿到底多大？怎么，想进去看看？讲话。哦，忘记啦。我在做门，凑合挡挡风，晚上暖和些。能挡住狼吗？能挡一会儿，真来了狼，还得靠你解。姐，我捡完石子了。行，再去帮忙捡柴火，别走远。我也去捡点柴，顺便看看附近有没有水。有水，我空间存的，省着用够几个月。哥，晚上吃什么？狼肉炖一锅。哥，姐，等下吃饭叫我。今天有什么就说。就是想谢谢你，护着青运。我上山的时候遇到周铁柱他们了，刘桂花拉着我说，要不是看见你进山，他们也不会跟着跑，不然现在说不定也跟村里那些人一样。村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回来的时候，村里已经……洪水退后，我们回村。咱村地势高，淹的碗也浅。后来来了很多外人，一开始三三两两，后来成群来。村长心善，能帮的都帮了。那天村口突然来了一群讨饭的，老弱妇孺，看着惨得很。村里有些人心软，想给口吃的。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？那群人里头没有一个壮年男人，全是老弱妇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那些男人要么死了，要么躲在后面。对，那么多人，老弱都能活着往高处走。村里那些人自己都朝不保夕了，还想着接济别人。我看不下去，不想跟着他们送死，所以带着青运上山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怪你什么？怪我没救你娘，没救村里人。你怎么会这么问？村里那些人跟我沾亲带故的不少，但是各有各的家人。这种时候能保住自己，保住身边人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不仅保住自己，还保住了青运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至于我娘，她已经不是我娘了，她嫁了人，生了别人的孩子，成了别人的娘。我早就不是她儿子了。各有各的命吧，她自己选的。就算我在村里，那种时候我也不确定还会不会想起她。你又怎么会带上她？肉差不多了，盐刚好，很香，肉也炖烂了。我再给青运盛一碗，放旁边凉着，等她醒了吃。往后，咱们三个就这么过吧。你是奴？奴。你什么时候打的这个？在岩洞那会儿一直收着。你有这玩意儿，之前看着我在这编门，怎么不拿出来？看你编得挺起劲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个只能挡大点的东西，狼啊野猪进不来。你那个能挡小东西，还能封风，两个都用上，不是更好？也是，这个这条门到时候走带上。守夜怎么分？你上半夜，我下半夜。你多久没睡了？记不清，从绕路开始，翻山那几天睡不踏实，后来看见村里冒烟，更睡不着。你守上半夜，下半夜我来，那时候最困，我顶得住。行。今天之前，我还想着3年后一个人过日子，谁也不认识，自由自在。结果他是真心的吗？今天那些话，那个事，这张契书是真心的吗？谁知道呢？算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眼前是先抱团活下去，活下去再说别的。姐姐，你醒啦！我摘的。你昨天说要摘的野果，是这个吧？8月蛋，熟了。姐，你看我这个。哪儿摘的？那边好多好多，都爬在树上。哦，有点酸。还没到时候，8月中刚熟，再过10天半月才甜。除了8月榨和野葡萄，栗子也能捡了，早的熟了，晚的还要等。那今天多弄点儿，栗子耐放，晒干能吃一冬。有背篓没？大的能多装点。还是家里原来那个。栗子有刺，我去摘捡栗子。姐，我摘哪个？野葡萄，挑紫的软的摘，青的别动。好。
这个青的不能吃，下次别摘。还摘吗？够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吃不完的晒上。我这些差不多了，那边还有几棵核桃树还青着，没到时候。过半许再来。姐姐，咱们以后天天都这样吗？这样是怎么样？就摘果子、采野菜，在山里走。有哥哥，有你。这个给哥哥，这个给姐姐，这个是……这褐色粉末是什么？孜然。什么然？孜然。这个是烧烤料，混好的。这味儿没见过。吹吹再吃。好甜，姐还有几个？3个，都爆了再吃。深山里平时没人来，这些栗子结得真好，没人摘，全便宜咱们了。那就在这儿停几天，把周围山货都收了再往前走。行，这几天多摘点，晒干能放。停几天不走啦？把栗子、野葡萄桃、8月对尾都摘了再走。那我能天天吃栗子？能。姐，这个肉怎么这么香？这味儿真没吃过。你刚说上面撒的是什么？孜然，还有烧烤料。哪儿来的？以前存的。这些东西没什么用，就一直放着，放到现在。真香！我走镖这么多年，去过不少地方，吃过不少馆子，那些大酒楼的菜也没这个香。姐，你吃不完给我。这东西真好，以后要是能多弄点就好了。存货不多，估摸着吃不了几次。那也是，不过没关系，知道有这么个东西，以后碰上了还能再弄，比从来不知道有这东西要好得多。哥，姐，你们吃吗？你吃。哥，咱们以后还回来吗？不往前走了。我昨天去探路的时候，发现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，那里有水有草有野羊群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在那里盖房子住下来。哇，有草有水有羊，我喜欢，我要看小羊。如果在那儿建个房子，住着应该挺舒服。我也这么想。但是房子要现盖，工重量不小。你想盖什么样的？木屋吧，不用太大，够住就行。要是盖得好，以后走的时候还能带走。带走？收进空间里，到下个地方再放出来。那挺好的，又安全又方便，以后到哪儿都有房子住了。那我能天天看羊？能。那我能天天吃羊肉？你说呢？嘿嘿，其实有没有羊肉都可以，只要和姐姐哥哥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。